各位恶行从爱尔兰到契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小奸小恶 CK 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徐日梦。今天是从夯到拉完了排名系列的第4期，本期的话是重步兵。开始之前呢，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前3期的编队实力与性价比数值的问题。原本编队实力的公式呢是单位的实力乘以编队人数，接着除以10，得出一个小一点的参考数值。但是我呢我漏写了个括号，然后另外那个乘号呢写成了加号，所以这个编队实力呢就成了单位的实力加编队人数的1/10，就非常的诡异啊。那么可能小马要问了啊，你做到3期你都没发现吗？啊，我确实没发现，因为最便宜的边防军性价比算出来是第1，维护费全游戏最高的阿萨维拉算出倒数第1，感觉确实没什么问题啊。唯一对比明显应该怀疑的重骑兵和战象，但是这俩呢我又分到了2期里说。总之之前的3期呢在系列结束之后应该会重置一下。现在及以后算法引用自 GitHub 名为 CK3 Battle 的一个项目，这里呢有非常详细深入的数学公式与建模，我只是识人牙慧。目前的单位实力计算公式为根号下的伤害乘坚韧，取伤害和坚韧的几何平均值，能够兼顾2方面，避免类似高伤低防的曼古傣或者低防高伤的守卫在数值上呢表现超模。开始之前，最后想说的一个点是呢，娱乐排名图一了，不具备参考价值，尤其在于联机或者 PVP 方面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我相信每个玩家都有一套自己的评判标准和排名标准，比我排名更受大众认可、更权威的呢也一定有，欢迎大家互相讨论交流，但是请不要喷我。另外，我真的不是什么小南疆 MTF 对吧？顺坡下驴，墙倒众人推，翻旧事翻旧账我能理解，但是不要造谣朋友们这不合适吧？好了，应该没有什么要叠加的了。正式开始本期视频。重步兵，重步兵呢通常克制长枪兵，特点在于鲜有不利或者有利地形，而且就算有这个地形呢对重步兵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伤害与坚韧兼顾，性价比比较高，是军队中的中流砥柱，消耗战中的王者，战场上的万金油。不过呢要注意一个点，重步兵的维护花费相对来说很高，一次爆太多呢可能影响经济。重步兵在 CK3 中呢有整整18个变种，是 CK3 所有类型兵式里最高的。抛开这个量，值也非常够用。在新公式的计算中，重步兵包揽了最高性价比与最高编队实力这2项颇具含金量的奖项今天我们先讲9个，讲一半。第一个，按照惯例依然是先请出重步兵本兵披甲步兵。披甲步兵呢，在重步兵这一类中的定位，类似于披甲骑兵与重骑兵里的定位，都是一样的，就拉完了，没有任何地形影响，编队实力垫底儿，但是性价比处于中等水平，所以给到拉完了也确实不太合适给到 NPC 级吧。第2位，看面板和披甲步兵几乎一模一样的卓甲侍从，解锁于西斯拉夫传承的山地农田传统。我曾经一度以为卓甲侍从和披甲步兵类似于轻步兵和散兵这样子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但是现在看来呢，区别还是挺大的。首先，卓甲侍从的编队实力稍微低于披甲步兵一点点代替披甲步兵成为了重步兵系列实力垫底选手。前期成本呢又稍微高于披甲步兵一点点，有利地形给予的加成，正如之前所说的，重步兵的地形影响非常低，可以忽略不计。发挥最好的丘陵地形也不过是8伤害5坚韧，而且地形加成是一切加算乘算都结束之后才加的，所以呢是实实在在的8伤害5坚韧实在是不够看。克制关系多了一个弓箭手也是实在不够看，弓箭手本来面板也都不高， AI 的弓箭手更是拉胯。这个兵式给我感觉就是像极了挤牙膏的电子厂商这个刀法实在是惊人。鉴于低性价比和最低的编队实力综合评价勉强给到拉完了。第3位，我们来看点有意思的吧。游侠，解锁于伊朗传承的侠义结社传统，虽然说面板一般般，编队实力也就比前2位要好，排名倒数第3但是这个性价比名列前茅，因为组建一队花费只需要75，远低于披甲步兵的90，感觉定位很接近重骑兵里的诺曼骑士。克制呢还是长枪兵，地形没有影响，评级只能给到人上人。
因为他游侠邻居啊，那可真不是善茬。第4位来自于游侠西边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存在穆巴里尊，45伤害25坚韧，着实不俗。编队实力在重武兵里也能排到中上位置，性价比呢，一样不俗，一样可以排到中上位置。而且穆巴里尊除了长枪之外，还可以克制重步兵，他可以克制他自己，自攻自受这一块，而且是1倍的克制，可不是阉割版的克制啊！内战拼数量，外战拼克制，着实是消耗战血肉磨盘中顶级的存在，评价也一样，直接给到顶级。第5位，宫殿卫队。没听说过吧？这个兵士呢，解锁于地图东南角落里的缅文化，无论是编队实力还是性价比，在重步兵体系中呢，都是中等稍偏下的水准。但是它克制长枪兵可是双倍克制效率，并且是没有招募限制的，可以随意招募。人上人稍微有点过分啊，给到 NPC 的位置吧。第6位，来说个奇葩的啊，瑟拉维特。这个重步兵是不是也没怎么听说过？瑟拉维特呢，解锁于埃塞俄比亚文化与中世纪盛期的革新。我们先不评价这个属性如何啊，首先这个解锁时间稍微有点晚，虽然说不影响判断啊，对，但是我问你，1066年开局，埃塞文化解锁了中世纪早期的4项革新，还需要解锁3项才能够进入中世纪盛期啊，才摸到门槛，才能够开始研究瑟拉维特的革新。那么观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认为1178年开局埃塞就进入了盛期，接着解锁这项革新呢？我反正是这么想的。退出1006年剧本，进入1178年的剧本，我发现埃塞文化仍然在中世纪早期。1066年需要再解锁3项才能进入下一时代。1178年开局呢，还需要解锁2项，唯一的区别呢是1178年解锁了金属硬币的革新啊，合着你们埃塞俄比亚人用了112年就学会了怎么造硬币是吧？那么我们就当它解锁了，看看这个面板如何呢？非常的一般，编队实力倒数第4，性价比呢也是中下水平啊，直接给到拉完了，怎么会有这么诡异的兵士呢？第7位，切嘎剑士，解锁自印度雅利安传承的传统切嘎法会啊，说实话我真不确定这个怎么读，伤害还不错啊，除了长枪之外，额外克制轻骑兵，按理说呢是能给到人上人，因为丛林地形的加成 buff 很不错，在印度当地呢发挥也蛮好的。但是当地更常见的波托底嘎步兵在丛林中加成更好，其实在印度呢也没有什么用之处，而离开印度呢又有很多更好的选择，综合评价只能给到 NPC。 第8位，楞嘎战士，解锁自南亚的迦楼罗战士传统，与切嘎剑师相比贵了一点点，伤害坚韧一模一样，但是实际使用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楞嘎战士除了克制长枪之外，还克制弓箭手，还克制印度最常见的波托底嘎弓箭手。楞嘎还拥有所有重步兵里最高的24点追击，不仅可以克制波托底嘎步兵压着打，打完了还能追着再砍几个。只要有足够的楞嘎战士，那就可以在整个印度整个南亚4大陆横着走，只要无脑的爆楞嘎战士，那就可以统一南亚3大帝国了。那么可能小伙伴要问了，假如印度其他统治者出战象，双倍克制我的楞嘎怎么办呢？首先呢 AI 呢一般是没有钱出彩彩贝的，而且就算他花了400块出了彩彩贝，你只需要花120组2队战象特工的波托底嘎，那就可以完全克制住战象了。很快呢大象也会被楞嘎砍死，彩彩贝在 AI 手里呢是非常容易处理的，不像是 AI 喜欢出的大量的波托底嘎步兵，如果没有楞嘎，那处理起来还是相对比较棘手的。总之呢，介于这个楞嘎在南亚这样的统治地位，给到顶级还是有点太过分啊，这个人上人好了。第9位，来个首尾呼应吧，我们来看看披甲步兵的 PRO 加强版护从先锋军。先说结论，护从先锋军的评级可以直接给到夯。护从军队的特点呢，在于可以随着时代而变强，护从先锋军也是如此。中世纪早期的护从先锋军呢，只有45伤害和35的坚韧，接着每过一个时代都会提升10伤害和10坚韧。到了中世纪晚期，护从先锋军会拥有高达65的伤害和55的坚韧，编队实力直接从重步兵中的顶尖提升到了所有类型兵士中的顶尖，位列第1名，刚好呢超过了护从枪骑兵的编队实力一点点。无论是这个面板数据还是随着时代提升的数据呢，都非常的稳扎稳打。
并且呢，因为是重步兵啊，没有任何的有利或不利的地形，万金油中的万金油，居家旅行必备兵士。军队中有这样的一个护从先锋军的编队啊，真的会很安心。消耗战血肉磨坊唯一的神哦，对了，护从先锋军呢还有双倍的长枪兵克制啊，可以搭配一些高追击的骑兵，进一步提升战后的追击杀伤。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强如中世纪晚期的护从先锋军，性价比也挤不进重步兵里的前3。下一期重步兵中的真正顶尖兵士将逐一出场，重步兵也会在下一期全部介绍完毕。好了，这期视频就这样了，喜欢的话请3加关注，这里是徐人梦，我们下期见。